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呢是11月28号，刚好是美国的感恩节，也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宣布停火过后的一天。那其实我这一集呢，还是想要讲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很荒谬的被国际刑事法庭说，纳坦雅胡总理以及前任的国防部长是犯下了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所以呢，这一集就是来讲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好，那因为这个新闻呢，其实已经1个礼拜旧了，也不是新闻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5月20号的时候，国际刑事法庭向哈马斯的3个领袖以及以色列2个领袖就提出了一个控诉，就是说他们反战争罪、反人类罪。那提出来，过了6个月以后，他的判决下来，就是在11月21号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新闻。因为国际刑事法庭给别人的这个印象，还有他本来他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维持世界的一个正义，去填补在很多国家它可能司法的一些空白。所以原则上，它应该是一个中立并且独立于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那所以应该是要有公信力，可是这个消息出来，就让以色列觉得很难以置信，因为我简单的开门见山的说，好像国际法庭、刑事法庭，它完全忽略为什么以色列当初会进入到这场战争。那国际刑事法庭它的历史其实也没有很久，它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萌生一些想法，但一直是到1990年代以后，在卢安达大屠杀，那个屠杀里面死了至少50万到100万的人是被种族灭绝的。那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所以国际刑事法庭最终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荷兰的海牙成立。那它有120个签那个他们罗马缔约的成员国，那现在是125个。台湾、新加坡、以色列、美国，从以前到现在就不是。那这125个国家，我可以贴一个图，你们可以看。那它最主要，它针对就是4大罪行：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就是反人类罪、战争罪跟侵略罪。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它原则上是好的一个存在，只是说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必须说，你不免去怀疑他的这个公正性，以及他是不是真的在针对以色列。因为怎么说呢？叙利亚内战的时候，他没有对叙利亚发出任何的逮捕令，然后ISIS 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伊拉克他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也门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些地方他们都死了好几万的人，叙利亚他那边死了就是快要20万的人。那你国际刑事法庭，你的存在你是真的是为了人类的话，每一个地方的人类，每一个地方的命，你都一定是一样重视吗？你不能够只是针对说，你觉得你有正当理由怀疑以色列用饥饿的方式来造成加沙人民的苦难，所以构成了就是反人类罪。你不能就是只有针对以色列你做出这样的裁决，可是其他地方的这些苦难，这些人他们受的苦，你都好像是忽略。那他是有对乌俄战争有针对普丁有做这样的一个判决，就是要去逮捕普丁。那当然普丁也没有被逮捕，所以国际刑事法庭它一个是它的司法在执行方面，它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带出来。它有一点就是在期待说，民主国家之间你们有一个默契，就是什么样子是对的，什么样子是错的，然后大家要去遵守。可是问题是，你怎么可以把一个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总理，然后说他是反战争罪、反人类罪，然后有战争罪在他的身上呢？其实你这样子在讲的就是一个民主国家，首先你没有资格去捍卫你的人民，然后你所有的国家，你参军的这些人，其实你们就是共犯了。你们其实言下之意，如果总理应该要被捕的话，所以以色列每一个军人你们也要被捕啊，因为你们都是一起的，就是这样意思吗？你怎么可能就是只发一个逮捕令，然后针对纳坦雅胡？这里是民主国家，他不是说他一个人，还有加上他的国防部长2个人的决定，然后就让整个国家的军人然后
为他们两个卖命，不是啊，这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他们必须要进入这场战争。为什么？就是我常常在影片里不断强调的2个目的，一个呢就是把人质带回来，第二个就是要确保以色列的人能够回到靠近加沙的边界居住，然后不会有像10月7号同样的这个很可怕的罪行再度的发生。那我这里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倒过来的漏斗，那之前也有介绍过，它就是告诉大家说已经没有时间。那这个在这里好久了，现在已经战争过了400多天了，这个还放在这里。但是呢，我前面有一个新的他们画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到，黄色的缎带代表希望人质回家。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挑这7个人。那这个中间女兵她现在还在加沙，不知道是死是活啦。她也才21、22岁而已。那这些都是被抓到加沙的人质。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国际刑事法庭的网站上看他是怎么样子发表他的这个意见。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判决啊、意见啊，就是它某些程度上确实是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外交。可是就像我说的，他对普丁他发出了逮捕令，去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你一方面就是会生气说你这样好像是在诽谤我这个国家，不是我啦，因为我是台湾人，但是就是以色列，我指的是以色列。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你也知道他也是无能为力啦。那就是我是希望国际刑事法庭可以就是有正义的判决，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类。那我先念一下他在网站上他是怎么样写他对那个纳坦雅胡的想法。其实他这样子针对纳坦雅胡就是针对整个以色列啦。他说关于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 和前国防部长那个 Yoav Gallant，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认为有合理理由，没有说什么理由，但是合理理由相信他们各自犯下了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罪，以及包括谋杀、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在内的危害人类罪，且他们是作为直接行为人与他人共同实施这些罪行。此外，法院还认为有合理理由，也没有说什么理由，相信他们各自作为上级指挥官，对蓄意针对平民进行攻击的战争负有责任。这样子。那国际刑事法庭对于纳坦雅胡还有前国防部长的这个逮捕令的判决，对以色列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感觉不太出来，因为这些政治的东西还是超越了老百姓的生活之上，所以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该去当兵的还是这样当兵，也不会因为说我们的总理背叛了这个什么东西要被逮捕了，然后这个国家我就不继续打仗了，没有啊，还是一样啊，这样当兵啊，这样子就是该上班该上学一样是照旧。但是纳坦雅胡总理他是怎么样子回应呢？他用了 Jacuz， 就是我抗诉的这一个例子，他是在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一个犹太裔的军官，那他就被控诉说他犯下间谍罪，那好像是过了10年以后，最后还他了清白。只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影响了整个犹太人。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赫兹尔，就是以色列的喜安之父，他刚好就是当记者去采访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很震惊，因为对他来讲，他是在匈牙利长大的一个犹太人，他觉得同化是一个必要的趋势。然后你如果就是在当地，你可以当地人一起生活、一起上学，你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那当地人就会接受犹太人。但是让他很诧异的是，连一个军官他在法国，他被控诉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今天是犹太人。所以赫兹尔他才后来因为这个事件，然后写了就是犹太国这个小册子，然后在1895年的时候，在瑞士就做了第一次的喜安大会，然后就凝聚了很多的犹太社群的领袖，然后就开始了就是在当时称为巴勒斯坦，但是是英国人统治的一个地区，有犹太人有阿拉伯人，那就开始鼓励说犹太人我们要集资来买地，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所以纳坦雅胡他用Dreyfus 这个军官的名字来就是
回应国际法庭的控诉，我觉得2个啦，一个就是还是一样，他在提醒，就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针对我，这是针对我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我今天只是刚好坐在这个位置，那他们会这样子的针对以色列，针对我，就只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或者是我们是犹太人，不是我是说他们。那所以大家都要就是注意这件事情的焦点，不是说我真的做了什么，而是我是被误会的。然后第二个话就比较正面，就是因为后来这个 Dreyfus 军官就后来就被证实他是清白的，所以纳坦雅胡他也是认为他最终他会被证实，就是在战争的这件事情上他是清白的。那我来念一下纳坦雅胡在他的演讲里面他说了什么。他说，这是一项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个决策。他说这是一项反犹主义的措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嚇阻我们，来行使我们自然权利，来保护自己，对抗那些起来反对我们、摧毁我们的敌人。然后他说，面对哈马斯现在还扣押的101个人质，海牙法院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然后他纠正他自己说，他做的行动就是向这个Mohammed Deif， 他是那个他们的高级指挥官的尸体发出了逮捕令。因为以色列说他们8月的时候就已经空袭了这个 Mohammed Deif。但是海牙这个法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他们5月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审判这3个哈马斯的领袖。那3个里面，根据以色列是3个都是确认死亡，但是根据法就是国际的话，就是只有2个确认死亡。这个 Mohammed Deif 还没有就是被确认死亡，所以就是对以色列来讲，你只是对一个尸体发出的通缉令，那其实也是回到同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你发这个东西，其实你只是伤害到，就是有点像是乖学生，就是愿意在一个民主世界好好的按照大家游戏规则玩的。因为以色列从头，我等一下会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它一直就是因为它还是需要外交，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需要国际上的朋友。只是你不能够只惩罚这些愿意遵守这些规则的。那哈马斯他犯了这些战争罪。你发了这一些的逮捕令，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改变以色列他现在的人质还是被抓在加沙的事实。然后以色列他必须要捍卫自己的事实。你发这些纸上的东西，你可以真的让以色列人感觉安全，然后可以回到边界那边去居住，然后哈马斯再也不会跟以色列人有战争嘛？就是好像写这些判决的人，他活在另外一个理想世界里面，他没有看到以色列人，他真的是没有选择啊？难道？因为连国际法庭他也没有警察呀，就算有警察，他会派他的警察来为以色列打仗吗？然后可以确认就是那些恐怖分子不会再欺负以色列了吗？就是没有用啊，所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就是只是无奈吧，随便就是国际联合国、国际法庭要怎么样讲他，因为他们的日子只能他们自己负责。他们如果要在这里生活，他们也只能靠自己，也不能靠就是国际上这些人怎么讲他，怎么看他们。那继续讲纳坦雅胡他说的，他也否认以色列人正在让加萨人挨饿的这个指控，并且他指出战争期间数十万吨粮食被引入加萨，然后他指责哈马斯掠夺这些援助，导致民众挨饿，所以以色列不会承认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决定。那其实不只是数十万吨，有一个网站，它就是有很详细的记录每一个进入到加沙的物资，是食物类，是医疗类，是其他类，然后是透过就是来自哪里，然后怎么样子，就是以色列接收到，然后透过以色列跟加沙之间的关口进入到加沙的这些物资。那它总共呢，就是我昨天去看的时候，它有多少？它有114万公吨，
比那个纳坦雅胡说的多一些啦。那这114万公吨里面呢，78.52%是食物，救济的食物。那不是只有以色列跟加萨是连在一起，埃及也跟加萨连在一起。那边有一个关口，就是拉法关口。只是说拉法关口从5月的时候就关闭到现在，埃及他也不想要开，因为他想要把责任推给以色列。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就是这是你的责任啊。那反正两个国家其实，因为以色列他毕竟他是在打仗，他能够做的很有限，他对他自己普通的人，他能够做的也很有限。今天国际他很奇怪，就是要求以色列要在打仗的这个时候，然后还要就是尽一份力，然后去帮助就是救援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点不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还有哪一些国家会这么的遵守这样子的一个期待？那以色列当然也是因为他也要对美国就是保持良好关系，不然以色列他也得不到他要的，就是援助啊，或者是武器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啦。但是如果说埃及他那边他能够做更多的话，那当然可以有更多的物资进去。那反正以色列这边他当然是会否认，他没有要用饥饿的方式来造成更多人的苦难，只是他也没有办法有能力去证明，就是除了我刚才给的这个数据以外，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再做更多了，因为这些物资进入到加萨都是要经过检查的。就算你检查了，也还是会发生可能像是在物资里面找到武器啊、找到弹药啊这些以色列不想要见到的状况。所以某一种程度上，以色列它也不可能就是毫无限制的，就是让物资一直进去，因为这些都是风险。那以色列到底有没有故意就是让物资无法进去加萨，然后导致那边的人就是处于一个挨饿的状态？那这就是我说的 intention 嘛，企图。战争罪里面他们就是看你到底是什么企图。那很遗憾啊，国际刑事法庭他不相信以色列啊。那会相信以色列，就是会相信以色列，包含我，包含就是像是匈牙利、美国，他们就很快的就是否决纳坦雅胡，还有就是前国防部长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们毕竟他们还是读圣经长大的，那在圣经里面尊重生命，它是最基本的一个素质。以色列他如果今天不尊重生命，其实你看叙利亚内战，他们死了20万个人。那以色列这边他的目标从头到尾都是恐怖分子，我已经不断的在强调这一点。那4万的这个人数也是哈马斯的卫生部发表出来的，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去证实他这个数字是真是假。那这4万人里面多少是妇女，真的妇女？那多少是就是恐怖分子？那以色列这边他当然就是不可能把加萨他伤亡的人数降到0，不可能啊！因为你看我之前有讲过嘛，所有的战争，在二战时期那个士兵死亡的比例跟平民死亡的比例，有时候还甚至就是平民还更多。所以以色列他不想要进入到这个战争。如果一开始哈马斯他们有在10月7号做这件事情，那以色列他根本这400多天他也不用这样子过啊，他也可以过得更好啊。可是就是其实两边的人都在受苦。那最终以色列希望的是哈马斯可以就是真的被瓦解。以色列希望的并不是什么加萨人都不见，然后那个就是占领加萨，因为其实2005年的时候是以色列主动去离开加萨，2005年之后整个加萨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所以以色列对那块地其实是没有兴趣的。那就是有很多对以色列不实的控诉啦。那我并不是说以色列他就是没有犯错，没有不好的人，没有流氓，以色列有啊，但是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很多的这些不应该存在的这个指控或者是待遇，就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关系。那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但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他们全世界只有1600万个人而已，所以
我们可能比较难去理解，但是这也是我想要解释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都有被灭族的一个担忧，好像有一天他们就会不见了，所以他们会被攻击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的强悍。那我想要补充一下关于企图的东西。那因为刚好有朋友在家上当兵，然后有告诉过我，就是他们会做的就是当他们进到一个家，就是要分类男人、女人。那女人跟孩子就是会到安全地方，那男人的话就要接受他们的盘问。那所以以色列他并没有要去伤害妇女跟孩童，那只是说，因为它是一场战争，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战争里面。没有人说战争不丑陋，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实，所以以色列他也是尽力了。那关于企图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像我后面啊，这些都是被哈马斯从音乐季或者是平民的家里面抓去加沙作为人质的人的照片。那他们的年纪啊，有些是19岁啊、21岁啊，也有50几岁啊，还有比较老的当爷爷的年纪都有。以后可能就是在做影片来跟大家介绍这些人质吧。那你看，这是这个爷爷他80岁，可能现在81岁了。然后下面这些是为以色列阵亡的士兵们的照片。那这些人他们之所以现在被绑架到加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很多这些住在加沙旁边的犹太人，他们反而更是相信，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会有和平的。那哈马斯的企图就是，你看他会抓这么老的人到加沙当作人质，代表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这些人有没有条件能够活下来，他们没有他们的医疗的东西，他们大概很难健康的活下来。哈马斯不在意啊，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哈马斯他所在乎的。这些人质400多天有没有足够的食物，有没有水，有没有洗澡？从以色列这些回来的人质当中，他们其实都是被很邪恶的对待。那有一个女生跟 Hirsch 同时被发现了，她的体重甚至是已经降到只有34公斤。这些人质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逃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力气逃跑。那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他们其实战争使他们越来越疲惫。他们知道他们的人质被不理性的对待、非人性的对待，他们也很难有一个慈悲的心，好像他是圣人，然后去在乎那所以加沙那边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如果世界对以色列有这一份期待，是他自己的人质还在受苦当中，然后要以色列去怜悯对方敌人的这些家人、亲戚或者是朋友。以色列人毕竟也还是人，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个 emotional capacity， 就是精神上的这个能力，再去想对方目前的状况。所以这是跟大家做了一点分享，就是我是怎么看待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以色列这判决。其实就是以色列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说的这样子，好像存有恶意，然后要去饿死加沙的人。因为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真的物资本来一开始就不用送进去啊。只是说以色列它毕竟是在打仗，它能够做的也是有限。那如果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在打仗的国家的话，我也不知道有哪些国家可以做的跟以色列一样。所以就是，如果起初没有这个战争，哈马斯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也不会有这场战争，以色列也不需要做到也不会落入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那有点像是2个学生在打架，那老师看到可能就是2个学生都说你们都不乖。那可是一开始不是以色列攻击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无奈啦。那以色列也不会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这样子讲，然后就不再继续对哈马斯进行就是要做的这些计划。那过了1个礼拜，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它因为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所以选择跟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做一个暂时的停火。
会停多久不知道，但是这是14个月以来第一次的这个休息，让以色列军人也可以休息，然后让以色列的那个注意力能够更多放在加沙那边，就是希望可以很快的让战争能够有一个尽头。那我相信这是两边的人都希望的。那冬天其实越来越冷了，加沙那边也是会冷，可能没有像耶路撒冷这么冷，可能比较像是特拉维夫那种温度，但是也是会很辛苦，所以真的是为以色列、为加沙、为两边无辜的人祷告，让人质可以回家，让这些加沙无辜的人也可以重建家园了。那跟大家说拜拜以前呢，给大家看，这是上次跟大家介绍过的贴纸，都是以色列阵亡的士兵。那有一些呢会写他的出生年跟他死亡的年，这些的是没有，但是很多都是21、22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在以色列18岁到21岁，不分男女都要当兵嘛。女生是2年多，男生是快要3年，其实也是2年多。那他们会派去战场上的，通常是还在服役的这些体力比较好的年轻人。那他们21岁当完兵以后呢，就每一年都还是要回去当几个礼拜的，就是补充兵。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就是碰到打仗的时候，他们是真的需要兵力。那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一个义务，那这也是为什么在以色列他就是没有什么好像阶级感，因为你今天不管是穷人家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孩子，你爸是谁，你都还是要有当兵的义务，你没有什么人可以逃离这个义务，除了宗教犹太人。那他们从今年开始也是被征召进去当兵，好像是发了5000份啦。那因为这个国家太小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当兵的义务。那也是因为你当兵2年多，然后呢每一年又要回去跟大家一起跑步啊，所以那样的关系也是会持续的，就是很亲近。如果有人后来就是当了特拉维夫某一个新创公司的 CEO。他还是一样啊，每一年要过来，当补充兵几个礼拜，然后跟大家一起跑步，然后就是变胖的人家就会说你变胖了，所以在以色列某一种程度上也是因此你很难看到比较胖的人，因为大家都还是要当兵，一直到几岁呢？40岁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路上，如果你们现在来以色列的话，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穿军服的军人，年纪看起来就是大人，就是爸爸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也30几岁，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看起来真的是蛮老的，就是爸爸的感觉。那这是因为以色列他就是要持续当兵嘛，那可能有一些是真的年纪比较大，然后他还是回去继续帮忙，那真的是很了不起。那这是以色列的一个样子，并不是说他们很爱打仗，只是说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家。如果他们没有去做贡献的话，他们知道其他人也不会帮他们，只有他们能够帮自己。所以就是谢谢大家关注这个频道，也希望就是可以更多的告诉大家在以色列的样子。大家拜拜。